寸断情丝心犹乱，千头万绪仍纠缠，拱手让江山，低眉恋红颜，祸福轮流转，世界还是圆。天机算不尽，交织悲与欢，古今痴男女，谁能过情关？拱手让江山，低眉恋红颜，祸福轮流转，世界还是圆。天机算不尽，交织悲与欢，古今痴男女，谁能过情关？谁能过情关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妹妹挑来的人，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，是谁不知廉耻？这信到底也不是殷贵人写的。什么信呢？是这样，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，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。三阿哥一向稳重，不是那样的人。一向稳重，恐怕也是表象而已。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，娘娘教子不善呢。三阿哥年轻，不懂人事，一定是贱婢勾引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没有。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，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？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。可是现在人赃俱在，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，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。可是好了，别吵了。皇上，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。你行事不检，勾引皇子，朕赐你一个了断。皇上，真的没有。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，朕不想再听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下去赐白绫。这皇上，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我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好了。同时在奉仙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，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。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。是。你们先退下，朕有事问熹贵妃。臣妾告退。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，是。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勾引朕的皇子，以图皇位？皇上为何这样问？弘时是长子，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，败坏了弘时的名声，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。皇上，玉隐万万不敢。他不敢，我君王呢？臣妾也敢担保。你凭什么担保？
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，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。果郡王也曾是先帝属意的太子人选。皇上英明，果郡王真的不敢。朕怕就怕在，他不敢对朕如何，所以借御夫君之手，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。这些年，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。忠心耿耿，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？所以今天的事，哪怕你和敬贵妃都觉得朕冤了英贵人，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，保全自己的皇子，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。皇上，英贵人着实冤屈。为了大清，冤了他一个不算冤。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，你确实得避一避嫌。最近宫中琐事繁多，你也许累了，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，或者敬贵妃也可以帮忙。皇上这样说，是怀疑臣妾吗？皇后说得对，你有皇子，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。花妈，这2个耳光，一个打你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，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。花妈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求花妈宽恕。朕当然会宽恕你，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不能丢皇家的颜面。是，儿臣知错了。你知错，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。朕已经处死了英贵人。他当然是无辜的，错在你。可你是朕的儿子，朕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。是我害死了他。对，就是你害了他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人伦纲纪。花妈，好好在这儿忏悔你的过失。若再有过失，朕也保全不了你。妹妹，妹妹，这里真安静啊，连落花的声音都听得见。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。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，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。失宠，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，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；你若坦然，这日子过得也坦然。一切无关其他，只在于自己的心境。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炷香吧，也是可怜人。好，这次都是怪我，本想借着3阿哥的事打压皇后，
谁想下手太重，反而伤了你和殷贵人。殷贵人的确无辜，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，更是无辜。我也没想到，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，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，反而下了重手杀了殷贵人，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，占了上风。皇上爱面子，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。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，可都是自己儿子，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，皇上自然更加多心。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。我倒没什么胃口。哎，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？许是平日里吃多了。锦溪，制碗酸梅汤来。是。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。许久没吃了，倒也馋得很。能吃就好，能吃是福。妹妹，你是不是又……哎呀，真是好福气啊！有了这个孩子，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。我这就禀告皇上去，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。我的困境不难解，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。熹贵妃这2天怎么样？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，整日恹恹的。哎，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，这也难怪她。不怪她，怪朕。奴才不敢。朕那天那样问她，是事出有因。今儿早朝，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，朕听来听去，还是为了立嗣的事。这宫里宫外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。公开见处，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。朕得有个好法子，以备不虞。皇上说的是。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，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。说来也怪啊，怎么这几回的事儿，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？颇有蹊跷。朕不是不知道，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则一团污秽。朕有心要清理，说穿了，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，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。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，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，要算计朕。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。皇上英明。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，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。这奴才这就去办。
熹贵妃素来劳累，如果你们未能帮衬，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，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。是。如今宫里人多，难免闲话也多。由你宫里起，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，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。是，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才的。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。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。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，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，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儿臣谨遵教诲。我听说宫里裁人了，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。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。现在天气也热了，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，每天懒洋洋的，也没个精神。此番有孕倒奇怪些，尤其容易反胃恶心，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。我当年怀荣月的时候，也不曾这样。我看你还是找魏林来看看，虽然之前也生育过，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。静贵妃说的对呀，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。这女人生孩子呀，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，终究还是母子俱亡。宫里的孩子难将养，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，还是多多保养为宜。我也算会偷懒了，可还是不舒服。姐姐追着姐姐。皇后，杀了皇后！皇后杀了皇后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就算恨毒了皇后，也不能宣之于口啊！快把阿哥和公主都带走，出去玩吧。你刚才说谁杀了谁？皇后杀了皇后。皇后，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？并非是我胡言乱语。这句话是玲珑生前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总以为他是恨毒了皇后，想要我为他杀了皇后。以他的心机，若是真恨，大可自己动手，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于你。我从前从未细想过他这句话，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，才想起其中的关窍。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。看姐姐方才的神情，仿佛早有此猜想。当年皇上还是王爷，宜修又是庶女，所以先封为侧福晋，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。直到那一日，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出有身孕的妹妹，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。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，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。皇上执意如此，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。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？从未见过。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，宜修也只能说
嫡庶尊卑有别，长姐入府应为福晋。皇上和太后啊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不久，宜修就生下皇子，可是皇子胎里不足，未满3岁就去世了。这个时候，纯元皇后怀孕了。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。怀孕之后，皇上就对宜修说：“你精通医理，又是纯元的亲妹妹，就让她侍奉左右，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。”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，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，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。临死的时候，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：“不要迁怒于太医，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。”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，可是天不假年。哦，对了，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，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，一出生便没了气息。青斑？为何会有青斑呢？皇上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太医说是胎中受惊，血气不足才会如此。因为皇后的遗言，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，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。这之后的事情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乌拉那拉氏宜修极看重他正室地位，被人横刀夺去，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？正是如此啊。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。纯元皇后怀孕之后，他在身边服侍着。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，倒是也未尝不可。夺位、争宠、丧子，如果真是他干的，那么是他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。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。一定会有的。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，她的心思最为细密，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，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未必，或许是我们多心了，也未可知啊。我和你一样，恨极了他。然而再恨，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，只能极力的忍耐。哎，龙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额娘，我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谁也不得大意。额娘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，吃不了睡不着的，真是难受的紧。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。龙月，你知道吗？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，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，又怀孕了，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。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安。好，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。我也要额娘高兴，花妈老陪着新娘娘，我就多陪着额娘。龙月真乖，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，越是有人要害她，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都要保护新娘娘，别让皇额娘欺负了她。这话额娘说过多次，我都记得。
韦太医，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？吃什么吐什么，晚上又睡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娘请息怒，微臣无能。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，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。娘娘，永寿宫请了温实初回来。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？永寿宫的口风最紧，什么也打探不出来。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，说是暂无大碍。连温实初都请回来了，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。3月18是先帝的生辰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皇上是最重孝道的，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7天7夜，而且手抄佛经，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。皇上是孝子，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。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？已经按娘娘的吩咐，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。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，皇上一定龙心大悦。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。先帝生辰之日，皇上如沐之情最重，一定最容易被打动。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。对了，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，记得让师傅们好好指点。王师傅博学鸿儒，是皇上钦点教导三阿哥的，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！但愿如此。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，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。只是英贵人之死，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。本宫会想个法子，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，届时望他得人望，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。有娘娘在，一切自然无碍。娘娘，温太医来了。熹贵妃娘娘万安。娘娘，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？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愿打扰你。娘娘请。娘娘，我相信魏林已经尽力了。从娘娘的脉象上看，魏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，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。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娘娘刚刚怀孕，便心气躁动，五内郁结。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，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，并没有补回来，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。所以，即便尽心补救，也回天无力，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。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？娘娘已经怀胎4个月，这个孩子，即便我和魏林拼尽一身医术，也保他不过5个月。5个月？是。那我们的母子情分，岂非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？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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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身子要紧。娘娘，您还会再有孩子的，身子要紧啊。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。你和魏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，能保多久是多久。我怀孕后的药方，魏林一向是做2份的，
一份在太医院存档，一份在我这儿。你那里也是一样。还有，你要提前备好衣服，送走这孩子的汤药。或许有一天，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。我明白了，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，让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去做。我发了，你回去吧。好，我去配药。近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，一切都还好吗？都还好。三阿哥为人谨慎，尊师重道。这孩子是老实些，心却不坏。昨儿还跟朕说，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，却是还有孝心。皇上说的是。三阿哥除了在书房，素日还去哪里？除了书房和王府，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，想为皇上分忧。你见了弘时师傅，也该让他提点弘时。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。是。臣还有一事启奏，既为先帝祈福祭祀，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灵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？朕近日总觉得疲倦。宫中皇后凤体不安康，还是让皇子带去吧。请旨，不知道是哪位皇子，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。不急，朕定下了就告诉你，你归安吧。臣遵旨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去永寿宫，朕去看看熹贵妃。这百家永寿宫。娘娘，温太医把您要的华胎药送来了。他嘱咐说，这药一喝下去，即刻就会发作。知道了。娘娘，皇上快过来了，您准备着接驾吧。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？皇上驾好着呢。到！给皇上请安。朕忙于政务，怎么2日不见，你便这样憔悴了？臣妾憔悴，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。皇上不知道，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1晚上，臣妾都没睡好。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，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。往后你再睡不着，就告诉朕，朕来陪你。皇上国事繁忙，臣妾怎敢打扰？皇嗣也是国事啊，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。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？先帝生辰，朕打算让一个皇子带朕前去祭祀，你看谁比较合适？论长幼尊卑，都该是三阿哥前往最合适。朕何尝不知道是弘时合适？弘历和弘彦出生前，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，如何能不寄予厚望？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，昏懦有余，如今竟私下结交大臣，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诸皇子私交大臣，意图皇位，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。他竟如此不检点。三阿哥还年轻，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，皇上告诉他就是了。这样的话，即便朕跟他说了，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，又有何用？就好像老八允嗣，皇阿玛在的时候，如何劝导责骂，终究是无用的。三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。
诸皇子中，他最年长，难免有自诩之心。好了，朕心里有数，你就好好养着身子。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，很是罕见。藏教视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，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。这么好的珊瑚，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，倒不如请河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。你喜欢就好。正好，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福。法师说了，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福袋，再系在臣妾床头，才算是功德圆满。臣妾想，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、皇贵妃、静贵妃，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，也算是四角齐全。这是积德积福的事，他们自然不会拒绝。皇后如今不爱出门，旁人请她都要推脱。可若皇后娘娘不来，终究也不够圆满。你若喜欢，朕请他们来就是。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？回皇上话，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，说今日身子不爽，怕是不能过来了。怎么朕请她，她就身子不爽了？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，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，她是六宫之主，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。这，你们看，这株珊瑚深赤通透，世所罕见，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，还是皇上想的周到啊？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。这珊瑚虽难得，究竟还是凡物。皇上看重熹贵妃，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。臣妾觉得，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？不会，她是皇后，应该宽容大度。娘娘，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，娘娘不能不去啊。本宫知道，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，这样的是非之地，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。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臣妾参见皇上，愿皇上万福金安。快起来吧。是。你身子不适，朕叫你来勉强你了，不怪朕吧？怎会？臣妾刚才身体不适，所以不打算来的。但皇上一直惦记熹贵妃，臣妾同皇上夫妻本为一体，臣妾又怎么会不关心呢？之所以来迟，是因为臣妾到库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，送给熹贵妃，希望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。江福海，这，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，日夜敬香。皇后贤惠。皇上，臣妾有个不情之请。皇后娘娘垂爱六宫，这株珊瑚，臣妾想借花献佛，能否赠与皇后娘娘？哎呀，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。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。本宫什么都不缺，熹贵妃，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。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。皇后娘娘慈爱，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，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，安胎祈福的。熹贵妃，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？都送来了。
小允子，娘娘，回禀皇后娘娘，法师说了，这平安符和福袋都是吉祥之物，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。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2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福袋，悬挂在臣妾床头。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。皇上，熹贵妃有孕，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。臣妾身体不适，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，那就不好了。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，都不在乎区区之劳，你又何必百般推诿？你执掌凤印，当和睦六宫，为嫔妃之表率才是。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，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。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？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，不就行了吗？静贵妃这话说的有理。是。往事迷离，春花秋月里，如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飘来又浮去。觉来有生君去，无语翻云覆雨里。最凉清香，惜凉心相依，得来复失去。有时代河，有歌待应，有心待相惜。望长相思，望长相守，却空留情于地。一情相悦，一心相许，一身相偎。愿无相忘，愿无相负，又奈何恨与期。得非所愿，愿非所得，看命运嘲弄，造化游戏，真情诺诺，终于随乱红飞花去。期盼明月，期盼朝阳，期盼春风雨。可逆风不解，血雨半雪，催美这之躯。凤凰于飞，回味其余，远去无痕迹。听梧桐细雨瑟瑟起，也随风摇迹。梧桐细雨瑟瑟起，也随风摇迹。